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周年的伟大节日将要来到的时候，内蒙古的绿色草原上，一口红色的喷泉传出了喜讯：包钢1号高炉提前出铁。喜讯也从浩荡的长江岸边传来，武钢的建设者们去年用奔腾的铁水向国庆献礼，今年又用灿烂的钢花来迎接祖国的10年大庆。武钢1号平炉在国庆前夕提前出钢。祖国的大地上，到处热浪滚滚。钢铁战线上的轻骑兵，去年在大炼钢铁运动中立下过汗马功劳的小土群，已经发展成为小羊群，产量、质量飞速提高。这是党的2条腿走路的方针的胜利。在党的8届8中全会伟大号召的鼓舞下，钢都鞍山的工人反右倾、骨干劲，高举跃进红旗，连续突破日产纪录。全国钢铁战线上，出现了气势磅礴的生产竞赛热潮，生产蒸蒸日上。到9月底止，阳钢、钢材的产量已经超过去年全年的总产量。钢铁战线上的100万大军，决心提前10天到15天，完成1200万吨钢的跃进指标。跃进的热潮，也激荡在地层下面矿工的心里。大搞群众运动，大闹技术革新。我国煤炭的产量，在去年就已远远地赶过了英国。全国煤矿职工，在奔向10月的路上，高奏凯歌，胜利向前。解放了的大地，成为无尽的粮仓，遍地黄金，都是对祖国的献礼。10年来，我们彻底完成了土地改革，逐步实现了农业合作化。在1958年的大跃进中，全国农村实现了人民公社化。人民公社像初升的太阳一样，显示着它的无比强大的生命力。今年我国粮食的产量将比大跃进的1958年还要增长10%左右。依靠人民公社的回天之力，遭遇到特大水灾的广东也获得了丰收。不管国内外敌人怎样无耻咒骂，不管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怎样恶毒攻击，我们的人民公社雷打不散，并且日益巩固，日益健全。
遍地银花，笑迎国庆。我们棉花的产量也将比大跃进的1958年增长10%左右。河南新乡七里营人民公社，在连续100多天没有下雨的情况下，棉花又获得了大丰收。西藏高原上，100万农奴从黑暗的封建农奴制下获得了解放，落后的、反动的、残酷的旧西藏已成过去。光明的、进步的、幸福的新西藏已经到来。这些土地第一次属于他们。这些青稞也第一次属于他们。扎一束吉祥青稞，在国庆节献给恩人毛主席。在金色的秋天，工业战线上也出现了一片丰收的美景。大连机车厂的职工以增产的2台火车头向祖国献礼。大连造船厂的职工将向祖国献出第2艘10000吨海轮。10年来，上海的工业完全摆脱了解放前半殖民地的性质，上海成了祖国社会主义的强大的工业基地，有力地支援了全国的工农业生产和各项建设事业。在党的8届8中全会的号召下，大战8、9月，全国机械工业的原地上出现了百花争艳的盛况。我们的电力先行官备好骏马保安，我们的电机制造工业到9月底止，已经在产量方面提前3年多完成了第2个5年计划的指标。
的总路线，为我国工业的高速度发展指明了方向，铺平了道路。新中国工业的发展速度是世界上任何一个资本主义国家不能比拟的，成为中国特有的中国速度。10年来，我国机械工业完成了从修配到制造的过渡，又从制造一般的机器设备，开始进入了能够制造重大、精密和尖端机器设备的阶段。我国自己制造的第一批直升飞机将在10月的天空飞翔。大批解放牌汽车将在10月的道路上奔驰。我们年轻的汽车工业正在努力向汽车工业的顶峰攀登。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的职工发挥了冲天的干劲和智慧，把去年大跃进中试制出来的红旗牌高级轿车在今年国庆节前投入成批生产。迎着光辉的10月，东方红牌拖拉机奔向祖国的田野。洛阳第一拖拉机制造厂在国庆节前建成。古亿农民梦想了许多年的耕地不用牛的时代已经到来了。几年前，3条驴腿人扛犁的穷棒子社，现在用拖拉机在翻耕着自己的土地。王国藩，这个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农民，毛主席在中国农村社会主义高潮的暗语中写到他们白手起家、勤俭办事的时候说：“我看这就是我们整个国家的形象。难道6万万穷棒子不能在几10年内，由于自己的努力，
变成一个社会主义的又富又强的国家吗？伟大的启示，无限的鼓舞，有着党和毛主席的领导，有着全国人民的一致努力，我们一定能够尽快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我们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我们还将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人民公社发挥了自己的威力，大兴水利。从前流传着10年倒有9年荒的凤阳花鼓调的地方，响彻着改造自然的英雄歌，让高山低头，河水让路。让所有的江河流水都为社会主义服务。新安江水电站的建设者们，把建设的日程表提前了1年多，他们要在今年国庆节前完成节流蓄水的任务。电力先行官纵身上马，飞步向前。北京热电厂的建设者们，在国庆节前快速装好了我国第1台10万千瓦的气轮发电机。我们的另一路先行官也在马上加鞭，交通运输战线上的英雄，响应党的号召，开展短途运输的群众运动，迎接国庆。让铁牛钢马饮料充足，让工业农业血液饱满，我们的石油工业也在飞跃发展。在我们建设的道路上，有着苏联和各社会主义国家的兄弟般的援助。在苏联的帮助下建成的第1座原子反应堆和回旋加速器，已经安全运行了1周年。我国的科学工作者鼓足干劲，解放思想，制出了1台10万倍的电子显微镜，向建国10周年献礼。另一项标志着我国科学技术发展水平的献礼是电子计算机。我们正在努力从一切方面摆脱一穷二白的状况。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清华大学学生在教师的指导下和工厂协作，在1年的时间里，先后设计试制了7辆微型汽车。在党的领导下，鞍钢的老英雄孟泰和工人李国忠以敢想敢干的共产主义风格，
研究出一种新的热风便。这项改革成功后，1年可以为国家多炼出9万多吨生铁。脚踏实地，分秒必争。杭州制氧机厂的青年断工小组正在飞步跨向1967年。北京第1机床厂的红旗手常恩山大胆革新，让1台爆床同时加工4件工作物，使工作效率大大提高。飞转的沙锭传出了胜利的消息，我国棉纱产量已经赶上了英国。响应党的号召，以辉煌的生产成绩向建国10周年献礼。纺织工业战线上出现了蓬蓬勃勃的生产竞赛热潮。我们的时代是英雄辈出的时代。北京国棉2厂的陈素芝，连续14个月被评为先进生产者。上海国棉2厂易世娟小组，在从1953年起的79个月中，有77个月都超额完成了国家计划。比先进，学先进，赶先进，你追我赶，共同跃进。新疆的纺织工业也出现了欣欣向荣的景象。坚决执行党的总路线，高速度建设祖国，这是张百发突击队全体队员的坚定决心。高速度万岁！10年间，在我们祖国的土地上，平均不到2天就有一个大型厂矿从地面站起。首都的建设者们大战8、9月，50天拿下了120万平方米的收尾工程。在全国的支援下，他们在不到1年的时间里，使首都的面貌发生了根本的改变。红色的宫灯，像节日的信号一样高高升起。北京城里处处洋溢着节日的喜气。华侨大厦准备迎接归国的侨胞，民族饭店等待着各民族的兄弟。崭新的建筑，崭新的街道，崭新的生活。我们的节日将充满了甘甜，充满了香气。
庆祝建国10周年的纪念邮票在印刷。象牙的国庆纪念章在制作。谁也计算不出我们的节日需要多少彩花。孩子们的小车被装饰得像花篮一样，准备参加国庆游行。北京在等待着来自各方的亲人和朋友。在这亲人汇聚的日子里，多少次列车在通往北京的路上奔驰，多少颗心在向往着亲爱的北京。我们的祖国正一日千里的飞跃前进，10年走过的路程超过以往许多世纪。从海外归来的侨胞到了首都，祖国的飞跃发展使他们感到幸福骄傲。辛苦了，来自建设社会主义各个战线上的兄弟！辛苦了，我们民族大家庭中的兄弟姐妹！辛苦了，来自保卫祖国和社会主义前线的兄弟！欢迎你们，在这个喜庆的日子来到这里的各国贵宾。你们带来了社会主义各国人民的兄弟友谊，你们带来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各国同志的关怀，你们带来了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各国民族解放运动的战士的鼓励，你们带来了世界上一切爱好和平的朋友的美好心意。中国作家接待自己的同行和客人，让我们的笔去为人类的进步和各国人民的友谊战斗。欢迎你们，来自各国的亲爱的姐妹，全世界的母亲和姐妹的心都向着和平。中苏友好协会宋庆龄会长接见苏中友好协会代表团。齐洪诺夫团长给中国人民带来了60年前被德国侵略军劫去的义和团起义大旗旗杆上的金权。
会壮丽的人民大会堂里，中国各族人民的代表同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党政领导同志、各国共产党的领导同志、亚洲、非洲友好国家的政府代表、国际性人民群众组织的代表，以及来自5大洲的83个国家的朋友一起举行盛大集会，热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周年。这个大会象征着中国人民的大团结和世界人民的大团结。刘少奇主席致开幕词。亲爱的同志们、朋友们，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周年庆祝大会现在开始了。让我们小运到前来参加我们国庆典礼的亲爱的来宾们，向我们伟大领导、首领和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同志们，向国家共产党的代表同志们，向来自世界各国的朋友们表示最诚挚的感谢和最热烈的欢迎。10年前，我国各省人民在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同志的引导下，取得了党的建国之年、黄金之年和光亮资本之年的人民民主革命的伟大胜利，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这就开辟了中国历史的社会主义新时代。让我们全国人民在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最恶魔性的旗帜下，在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正路线的光辉照耀下，奋勇前进，从胜利走向更大的胜利。中国人民大团结万岁！世界人民大团结万岁！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主席李济深代表各民主党派、政协无党派民主人士和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向毛泽东主席献词。来自5大洲的各国贵宾应邀在会上讲话。首先讲话的是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团委员、书记处书记米安·苏斯洛夫同志。
兰民主共和国党政代表团团长胡志明同志，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党政代表团团长安诺沃提尼同志，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党政代表团团长金日成同志，蒙古人民共和国党政代表团团长尤泽登巴尔同志，波兰人民共和国党政代表团团长亚萨瓦斯基同志，匈牙利人民共和国党政代表团团长道比伊斯特万同志，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党政代表团团长及加涅夫同志，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党政代表团团长穆谢胡同志，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党政代表团团长赫马特恩同志，罗马尼亚人民共和国党政代表团团长埃波德纳拉西同志，日本共产党代表团团长野坂参三同志，法国共产党代表团团长瓦罗歇同志，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代表团团长约波同志，意大利共产党代表团团长吉里考西同志，巴西共产党代表团团长路卡普列斯特斯同志，西班牙共产党代表团团长多伊巴路利同志，英国共产党代表团团长哈里波利特同志，阿根廷共产党代表团团长维科多维亚同志，古巴人民社会党代表团团长阿埃斯卡兰特同志，伊拉克共产党代表团代表穆罕默德·侯赛因·阿布伊斯同志，阿尔及利亚共和国临时政府代表团团长本·优素夫·本·赫达先生，缅甸联邦政府代表团乌基东先生，伊拉克共和国政府代表团团长艾哈迈德·穆罕默德·叶海亚先生，尼泊尔王国政府代表团团长图吉里博士，11个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同志，38个国家共产党的代表，4个友好国家的代表，5个国际组织的代表向大会献词。他们带着各国人民的崇高友谊，用最美好的语言祝贺中国人民的伟大胜利。300多名少先队员捧着鲜花走进会场，这些孩子今年都是10岁，他们和共和国一起诞生，和共和国一起成长。我们的共和国正当它的青春年代，前途如花似锦。国庆节的前一天，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苏联部长会议主席、苏联党政代表团团长尼谢赫鲁晓夫同志乘图114专机到达北京。毛泽东主席、刘少奇主席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举行盛大宴会，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周年。周恩来总理举杯欢迎赫鲁晓夫同志
和不远千里而来的各国贵宾，周总理说，可以确信，在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不需要太长的时间，我们就能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繁荣富强的社会主义国家，并且同社会主义各国一起，在和平竞赛中胜过资本主义。赫鲁晓夫同志说，中国革命的胜利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生气蓬勃的革命改造力量的胜利，是伟大的十月革命之后世界历史上出现的一个最卓越的事件。他提议为伟大的中国人民，为中国共产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为苏中两国人民牢不可破的友谊，为社会主义阵营各国的团结，为世界和平干杯。这是新中国诞生后的第3650个黎明。来自各地的代表将从这里听到祖国在过去10年中前进脚步的回响。来自世界各方的朋友将从这里看到新中国迈进第2个10年的壮阔的步伐。10年前的今天，我国各族人民的伟大领袖毛泽东同志，在这里向全世界庄严地宣告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从此，中国历史进入了新的时期。10年，在人类历史上不过是短短的一瞬，而在我们新生的人民共和国，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伟大的变革。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市长彭真同志宣布，庆祝典礼开始。100年来，无数革命先烈为祖国的独立、富强，为人民的解放、自由，牺牲了宝贵的生命。他们的英雄业绩永远记在我们心里。中国革命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分，是伟大的10月革命的继续。北方部长万赛同志亲走近这10多年，参加受委的陇海坑等代表部队列队完毕，请你各位来宾总指挥上将加油。
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部长林彪元帅，在阅兵总指挥杨勇上将陪同下，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3军部队。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解放军全体官兵对祖国、对党、对领袖抱有无限忠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命令，娄海工程全体同志们、民兵同志们，今天是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10周年的光荣节日，我们和全国人民一起，和来自首两位首级社会主义国家同志们一起，和来自世界各地的朋友。林彪元帅在命令中指出，中国人民解放军是祖国社会主义的保卫者，又是社会主义的建设者。接着他说，在祖国的大跃进中，每一个作战员都要满腔热情地滋养人民群众，并按照各自的情况，以可能的力量参加国家的经济建设和人民公社的建设，密切与人民群众团结，准备和人民官和兵上级和下级的团结一致，高举党的总路线和毛泽东真实思想的红旗，我们的准备是不可战胜的。分列式开始了。在革命斗争中成长壮大起来的中国人民解放军，高举毛泽东军事思想的红旗，从胜利走向胜利。觉醒起来和团结起来的人民是不可战胜的，任何困难和障碍都阻挡不了我们阔步向前。我国的武装力量是一支保卫和平和社会主义的坚强力量。
我们英勇的人民解放军用从蒋介石军队手中缴获过来的美国武器，参加了开国大典。今天装备我们受检阅部队的最新式武器，绝大多数都是我国自己制造的。我们解放自己的领土台湾和沿海岛屿，完全统一伟大祖国的愿望一定要得到实现，外国不得干涉。我国神圣的领土、领空和领海主权的完整必须受到尊重。我们绝不侵犯任何人，但是也绝不容许任何人侵犯我们。新中国巍峨地屹立在地球的东方，已经整整的10年了。我们不但在世界上站稳了脚跟，而且正在以巨人的步伐，走着我们前人不曾走过的道路。10年来，我们走过的是一段多么光辉的里程，展开在我们面前的又是一幅多么壮丽的前景。1958年，在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光辉照耀下，我国国民经济出现了史无前例的大跃进，全国农村实现了人民公社化。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是我国勤劳勇敢的6亿5千万人民的伟大决心和伟大智慧的表现，是我们党和我国各族人民的伟大领袖毛泽东同志创造性的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实际结合起来的产物。我们的共和国给我们的下一代安排了无比远大的前程，从他们身上，我们看到了祖国灿烂的明天。我们的祖国天天向上，我们的人民永远年轻。10年以后，今天的幼苗将要成为森林，今天的少年将要成为我们事业的接班人。我们的事业刚刚开始，我们的祖国正是早晨。
我们继续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向着新的跃进目标前进的时候，回顾过去，瞻望将来，心里充满了无限信心。从1949年到1959年的10年间，我国钢产量增长了74.9倍，煤产量增长了9.3倍，粮食产量增长了1.5倍，棉花产量增长了4.2倍。我们已经奠定了飞跃发展的基础，并且找到了继续跃进的道路。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我们的发展速度，任何资本主义国家都望尘莫及。我们将提前3年完成第2个5年计划，我们将提前在10年左右的时间内，在主要工业产品的产量方面赶上英国水平。我们也将大大提前实现原定1967年完成的农业发展纲要。今天是我们举国欢腾的日子，是我国普天同庆的日子。祖国的阳光照耀着西藏高原，挣脱了枷锁的西藏农奴，欢庆新的幸福生活的开始，欢庆伟大祖国的繁荣昌盛。在辽阔的草原上，牧民们用蒙族人民传统的形式欢庆各族人民共同的节日。乌鲁木齐街头一片欢乐歌舞，长白山下，朝鲜族人民载歌载舞。珠江岸滨的英雄人民，在党的领导下战胜了100年不遇的洪水，精神焕发，斗志昂扬地跃进向前。武汉的人民正在向建成现代化工业基地的目标迈进。有着光荣的革命斗争传统的上海工人，用崭新的生产成绩庆祝伟大的国庆。上海工业在解放后的飞速发展，大大加强了上海的工业基地的作用。10年前就组成了互助组的山西省平顺县西沟村的农民，和全国农民一起走上了人民公社的道路。他们举着丰收的果实，欢呼社会主义的胜利。全国人民的心都向着北京，向着毛主席。
我们一切的努力，都为了使我们的孩子生活得比我们更加幸福。我们不但有强大的现代化的革命军队——中国人民解放军，保卫我们幸福的生活，保卫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保卫我们伟大的祖国，保卫世界和平，而且有一支几亿人民参加的民兵队伍。任何敌人胆敢向我们发动进攻，我们就立刻把他消灭。万紫千红，百花盛开，我们的祖国永远是春天。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使我国的科学、文化、艺术事业出现了空前未有的繁荣景象。群众性体育运动的蓬勃发展，增强了我国人民建设祖国和保卫祖国的力量。我国优秀运动员不断刷新全国纪录，取得体育运动的大面积丰收，同时一再打破世界纪录，为国争光。我们的民族被讥讽为东亚病夫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我们的民族恢复了它的美妙青春。6亿5千万人民旺盛的生命力，像是汹涌澎湃的春潮一样，在社会主义各个战线上发挥出无比的力量。领导我国人民乘风破浪、奋勇向前的，是我们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是我国各族人民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中国人民的胜利，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胜利。我们的天空有彩凤飞舞，我们的地上有巨龙翻腾，我们的生活像春天一样美丽，我们心里的歌永远唱不完。万岁，亲爱的祖国！万岁，伟大的人民！我们要用一支神奇的彩笔，写下最新最美的诗篇，画下最新最美的图画。人类能够做到的一切，我们都将能够做到。